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来和大家分享最近 Sephora 打折我都买了什么。虽然我很喜欢买化妆品，但我还是更喜欢在打折的时候入手，所以每年2次 Sephora 打折我都会买很多，买得很开心。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东西超级多，这一盒全都是我这次新入手的彩妆的部分，然后这一盒是非彩妆的部分，包括护肤、头发、身体的护理，还有香水，然后还有几单在路上，甚至还有一些我想买还没有下单的，我都会在之后的视频来和大家分享。今天要分享都已经非常多了，然后很多我都已经试用过了，包括今天的这个妆也都是用新产品画的，所以我也会来和大家分享我的使用感受和上妆的镜头。那至于 Sephora 我其他的爱用品和推荐的产品，我之前已经通过发帖子的形式在 YouTube 还有微信朋友圈和大家分享了，我也会放到今天这支视频下面的信息栏，还有我今天分享这些所有产品的具体信息，包括我的色号，我也都会放到信息栏。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分享吧。我们先来说非彩妆的部分，东西相对少一点。首先新买了2个防晒霜，第一个是资生堂的白胖子防晒，我之前很喜欢用他们的旧款，非常适合干皮，用完了大概3-4瓶吧，后来就用了一些其他的，但我依然非常喜欢这款防晒。然后这个包装是这2年新出的，里边添加了 VC， 同样是 SPF 42。那这个防晒霜躺在我 wishlist 里边已经很久了，上次想买好像还因为断货了没买到，然后这次看到它突然打折了，可以折上折，就马上买了1瓶。然后防晒霜还尝试了一个新的品牌叫 Ultraviolet， 我在店里首先是被这个色彩鲜艳的包装吸引， SPF 50 PA 4个加，我在店里试用了一下，它非常的水润。这款还有资生堂的这个都是化学防晒，我还是更喜欢化学防晒的肤感。然后这个防晒霜它特别的水润，它这上面也写了 Serving All Day Bouncy Hydration， 所以那个肤感我觉得非常好，而且不仅可以当防晒，还可以当做妆前。然后这款防晒霜最后最打动我想买的是它写的，首先 Made in Australia， 然后是在地球上最强烈的阳光下进行的测试。我觉得澳洲的阳光真的是非常的强烈，所以在那边测试生产的防晒霜就好像特别的值得信赖，就买来试一下。然后护肤品我还买了这个 Dr. Idris 的美白淡斑精华，这个是我看 YouTube 视频被一个化妆师博主种草的这个美白淡斑精华，他说效果特别好，他说他妈妈眼周有一个特别明显的黑斑，然后用了这个淡斑精华，可能几周之后就淡化的非常明显。那对于我们干皮来说，长斑也是皮肤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想尝试一下这个淡斑精华。然后这个包装也挺可爱的，这个淡紫色就是我非常喜欢的颜色，然后它这个包装质感做的也蛮好的，像个小针管一样，芯儿是有独立包装的，所以之后可以买替换装。这个产品我也是非常的期待。护肤品就买了这么多，因为我其他的囤货真的太多了。然后还买了一个 Josie Maran 新出的 Body Butter， 这个在店里试用了一下就马上沦陷，放进购物车了。真的很像是那种奶油的质感，非常的油润，涂在皮肤上是很丝滑，很容易推开，然后又很滋润，但是不油腻。我就是喜欢这种不是很厚重，很好推开的这种 body butter， 然后滋润度又够，而且它的味道非常好闻。它写的香味叫 amber， 还有一个什么香味，反正它是那种很淡的香味，不是那种花香或者果香，是很特别，但是又是那种很淡淡的味道，非常舒缓啊！这个大家去店里一定要摸摸看，我特别喜欢。然后我这次还买了2个头发造型品，都很好用。这个是 K18 新出的 Volume Spray， 就让头发蓬松的一个喷雾。我今天用了一次，我觉得效果很好。首先它喷出来是一个很细密的喷雾，不是那种歘一下喷的范围很大，这个就比较好控制范围。然后它喷完了之后，感觉头发也是就还比较软，很自然的一个蓬松效果。我准备再多试用几次，但是第一次使用感受还是挺好的。然后另外这个 Day 的3合1 Styling Cream，
这个已经是我不能缺少的一个产品了。它是一个让头发毛躁啊的那些不整齐的地方给它抚平，让造型更干净的一个产品。它里面是像眉刷、睫毛刷这样的一个小梳子，给它涂在头发立起来、支棱起来的一些小碎发的地方，就可以弄得非常整齐干净。然后还买了2个洗刷子的产品，一个是 Sephora自己品牌的这个 Brush and Sponge 神铺，就是洗刷子、洗海绵都可以。这个产品还挺有口碑的，但我之前竟然一直都没有尝试过。打折的时候 Sephora 的品牌都是打7折，而且不管你是 VIP Rouge 还是普通的会员都有7折，所以还蛮值得入手 Sephora 自有品牌的产品。然后还买了一个 Beauty Blender 的这个香皂，它虽然是 Beauty Blender 出的是洗海绵的，但是我一直用它洗刷子，我已经用了好几块了，我觉得非常好用，洗得很干净，然后我觉得也是比较柔和，所以这次也是又囤了一个，同时也在尝试一个新产品。然后我还买了一款香水，买的是一个小包装的，因为我是盲买的，也不知道我喜欢不喜欢。这个品牌是 Fleur， 这个香型叫 Missing Person， 纯粹是在逛网站的时候突然看到这款，觉得这个名字蛮特别的，然后 Fleur 又是一个小众品牌，没有试过，就买回来试试看，所以买的是一个小包装的。那这款呢，我试用了一下，我觉得我没有特别喜欢，但也不讨厌这个味道，它是有一点那种奶奶的味道，但是又有一点那种好像烟熏的感觉，不是那种花香果香型。我觉得这个香味还蛮特别的，但不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很清新的香型。然后来说彩妆的部分，我们按照上妆的顺序来说，首先是底妆，这次我新买了2款粉底。先来说迪奥的这个粉底棒，这个是去年新出的产品，当时我就很长草。这种粉底棒携带非常的方便，关键我在店里试用，觉得它的肤感是那种很爽滑、很丝滑，特别的好推开，这个质感当时让我眼前一亮。但是我去年没有买，因为我在小红书上看大家的测评都是负面的比较多，很多人说它还会氧化变色啊，就还挺不好用的。但是我又看到很多大博主说这个是他们的年度爱用，特别是很多欧美的博主，我想说到底好不好用，还是自己买来试试看，所以这次我还是试用了一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买0N 这个颜色，可能是因为我看到大家说它会氧化变深，就特意选白的2个色号。其实迪奥的粉底我用1N 效果是比较好的，就有一个比较自然的提亮的效果。0N 实在是太白了，但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其次，关键是它对干皮来说实在是太干了。我试用这个粉底是在下午皮肤已经有点干的时候，然后我也没有用保湿的妆前，我直接一上脸非常的灾难，马上就是各种起皮儿、斑驳，妆感非常非常的差，所以这款我觉得是不适合干皮的，我不喜欢。那我这次也买到了一款我非常喜欢的底妆产品，是来自这个小众品牌叫 CL， 是这么念吗？他们这款粉底，那这款其实也躺在我 wish list 里边很久了，去年我就想买，但是去年我忍住了，想说自己的底妆产品太多了，要不然再等一等，结果今年还是没忍住入手了，后悔没有早买，它非常的好用。首先它给自己的定位叫 Tinted Serum，加了润色效果的精华，它真的非常的滋润，流动性很强，非常适合干皮，上脸没有什么粉感，当然它同时遮瑕力也没有那么高，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底妆的那种感觉，就是只是给我均匀一下肤色，有一个可能提亮的效果，让皮肤的质感看着更好一些。但我没有什么遮瑕的需求，所以我也不想要这个粉底有特别明显的让人一眼看出我画了厚厚的底妆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妆感我非常的喜欢。而且它有 SPF 50，虽然我觉得在粉底里加防晒，效果可能没有特别明显，因为防晒要有一定的厚度它才管用，但是聊胜于无。这个 SPF 50是物理防晒，
它有12%的氧化锌，但用在脸上我并没有觉得很闷的感觉，整个的底妆是非常清透的。我今天也是用的这款产品，我非常喜欢。然后来说遮瑕，大家知道我黑眼圈很严重，所以我很热衷于尝试各种遮瑕产品。这次我新入了2款遮瑕，都是价位比较高的。先来说这款包装很可爱的小花包装的遮瑕，来自 Gucci， 这是一款很水润的遮瑕。很好推开，是比较轻薄的，所以用在眼下也不会卡纹卡粉，非常适合干皮。但是这种相对水润轻薄的遮瑕，在遮盖力这方面就会更弱一点。所以如果黑眼圈不是很严重的话，我还是很推荐这款遮瑕。那如果黑眼圈比较重，还是先用这种橘色三文鱼色调的遮瑕做一个校色。我最推荐的还是 Kelly Ray 的这一款橘色遮瑕做一个调整，然后上粉底，然后再用 Gucci 的这款做一个提亮。所以这款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个2次遮瑕还能再加提亮的一个效果，即便是上很多层再加这一层也不会有很重的粉感。 Gucci 这款色号选择超级的多，从浅到深，从冷调、暖调、中性调，超级多的颜色可以选。我这款色号是15W Fair，就是偏暖调的比较浅的颜色，我觉得做一个提亮色是蛮刚好的，所以这款 Gucci 整体来说还是很好用的。另外一款遮瑕是 Sarah Creel 的这款，它比 Gucci 还要贵，是市场上价位比较高的一款遮瑕了，但它明显在手上一推开就是很油润的感觉，就感觉里边有满满的精华，就很滋润，比较厚重一点，但是非常的好推开。选的色号是 2.0， 就是 Fair Warm， 就数一数2比较浅的颜色了，但还是比较黄，就没有一个提亮的效果，滋润，然后遮瑕力，然后颜色做的都很好。然后还买了迪奥的这款修容棒，对，它是 Skin Contour 系列，叫 Scalp Stick， 所以它是一个修容产品，就不像古铜式的那种暖调的棕色，这个是棕色里边带有灰色调，我觉得这个颜色调的挺好的，就是不偏暖不偏冷，比较中性的一个颜色。但这款我觉得它的缺点是可能是面积有一点太大，就是我在第一次用它的时候掌握不好用量，推开之后发现它的面积比我想要打修容的地方要大很多，然后还要重新再加粉底再去修补，所以这个我现在还在磨合吧。但是它的颜色还有那个膏体的顺滑程度我都蛮喜欢的。然后我这次新买了2款散粉，都是很有口碑的产品。先来说这个 Huda Beauty 的，它叫 Easy Baking and Setting Powder。我化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尝试过 baking 的手法，可能是因为我不想让眼下上那么多粉啊。那姑且不谈它 baking 的效果怎么样，我是看中了这个颜色，我选的是 Cherry Blossom， 一个淡淡的樱花粉色，它是这种很细密的网状的一个隔层，这个粉色是特别淡的那种粉，所以涂上脸并不会让整个脸特别粉的感觉，而是有一个提亮的让脸很干净的一个效果。这个粉质也是很细腻的，我觉得这个用上去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我一开始本来是想买更小的包装，因为散粉这种东西也是永远都用不完，但是那个小包装不是说一模一样的缩小版，它里边还带一个粉扑啊，反正看着就是很不好操作，所以最后还是选了这个正常的大盒的包装。然后还买了这一款 Make Up by Mariel 的散粉，这款我是看很多欧美博主种草的，都说是超级好用的散粉，甚至有博主把它夸上天，说用了 Make Up by Mariel 他们家这个散粉，领悟到了粉状产品的真谛。那可能是因为我的技术还不到位，我没有特别惊艳的感觉，但这款散粉它确实是很好用的，它粉质非常的细腻，很轻薄，然后也是比较滑的那种，但它里边是没有滑石粉的。现在很多大牌改进
散粉的配方都不再加滑石粉了。它打开之后，里面是这种有小洞的一个隔层，但是它没有再送粉扑，所以这个粉会到处跑。这款散粉我觉得用上脸也是一个很轻薄的感觉，没有什么的粉感，然后柔焦效果蛮好的，但是也没有说惊艳上天的那种感觉。大家如果需要散粉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接下来是我这次买的最多的一个品类，就是腮红。来数一下我买了多少，一共买了11块腮红，包括所有就是不同颜色的。那我这次也是粉状、膏状、液体腮红都有尝试入手，而且很多新品买了不同的颜色来给大家试一下。首先我这次买的最喜欢的粉状腮红是 YSL 的这块，它长得很像 YSL 的气垫，但它是粉状的。后面还有中文，叫圣罗兰先锋高定腮红。这个包装很好看，这款有很多好看的颜色。我当时在小红书上看大家试色之后，就兴冲冲的跑去 Sephora， 发现大家推荐的色号都没有，然后又去 YSL 官网，发现也没有，就是那些好看的颜色美国都没有上。这个6号色还是打折前不久才刚刚上的一个颜色，也是美国的这些色号里我觉得唯一可以买的一个颜色。它是这种蜜桃珊瑚色，非常适合黄皮。我今天用的也是这个颜色，超显嫩，显得气色很好，而且和皮肤融入的也很好。它的粉质很细腻，是这种雾面的质感，再加上这个颜色是比较浅的，所以上脸感觉都不用怎么晕，就一涂上就是一个特别自然好看的效果。所以这款腮红很推荐大家去试一下。与此相比，我这次新买的这个 Tower 28新出的腮红就显得不怎么样了。首先这个包装塑料质感就比较廉价，关键是我刚一收到的时候，这个盖子就裂开了。然后这款腮红它的压粉是很松的，就这样随便试个色摸一下就有点飞粉，用刷子粘更是飞粉飞的厉害。我用刷子粘完虽然抖过了，我在上脸那一刹那还是看到有粉飞起来。而且它虽然看上去颜色很浅，我选的这个颜色是 Long Beach Iced Tea 长岛冰茶色，在这个包装里看的颜色很浅，但是因为它粉压得很松，所以还挺上色的。我第一次用颜色就太重了，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没有很粉嫩很提气色的那种，不是我特别喜欢的颜色，所以这款我不是很喜欢。然后我这次还买了这款 Charlotte Tilbury 的爱心腮红。大家知道我是爱心控，那这个肯定是必收的呀。这个比我想象的要大，你看跟手掌差不多大，我一开始以为是很小巧的那种，结果一看这么大。这款是粉色的，一边是粉饼，然后另外一边是腮红，很粉嫩的一个颜色。然后另外这个颜色是更适合黄皮的珊瑚色。一开始我本来想只买一块，但是在店里看到2个颜色就各只剩1盘，我就直接包圆了。我爱心控觉得这个好可爱啊，虽然其实在另一方面我觉得它好像也有一点土土的，特别是上面还有一个粉钻的爱心还发射，但是somehow就很戳我，我就觉得很可爱。大家说很有美少女战士的感觉，确实是很有小时候的那种很可爱的风格，很少女的感觉，所以我还是入手了。我觉得那个腮红的粉质是很细腻，涂上脸也是很好看的，但主要还是这个包装比较吸引我。然后膏状腮红里，我觉得 Rare Beauty 新出的这款腮红非常好用，我直接就入了3个颜色，分别是 Hope、Happy 和 Worth， 也都是我之前那个腮红液里边没有试过的颜色，我觉得都很好看。这个腮红在盘子里看，它是那种像土豆泥似的，摸上去好像还有一点弹性，有一点湿湿的。这个直接一涂上皮肤就转成了那种粉状的感觉，但是又没有粉感，比粉感的腮红要更显色。我觉得这个无论是拿手还是拿刷子上都非常好看，是很好操作的一款腮红，然后质感融肤度很好，就像是皮肤自然透出来的好气色。
我非常喜欢这款，这3个颜色我觉得也都很好看。这个 Hope 它就是不会出错的那种豆沙色。然后我今天在脸上先用的是 Worth 这块更偏橘色的一个颜色，上脸也非常好看。可以看到用刷子来上就特别的自然，直接就是一个晕开的效果。然后还买了 Happy 这个颜色，它是最适合白皮的吧，比较粉嫩的一个颜色，但是又透着暖调。这块我还没有上脸试过，我希望上脸是一个很粉嫩年轻的感觉。这款 Rare Beauty 非常推荐大家去试试看，然后价格也不贵。然后腮红膏我这次还买了这块 Danessa Merrick's Beauty 的腮红膏，我还是第一次尝试这个品牌的产品。我觉得他们家的产品都特别适合喜欢玩妆的人，或者适合黑人的皮肤，因为他们的显色度都挺高的，饱和度挺高的，然后颜色也非常的丰富。我选的这块就是很多博主推荐很好看的颜色 Rose and Brunch。那这个腮红膏就是很传统的那种油润的质地，这款大家都说不适合新手，因为容易下手重，我也是大胆的买来试试看。但这个颜色确实好看，是一个很娇艳的玫瑰色。接下来2款腮红都是比较好上手的，我买了 Haus Lab 新出的这款腮红棒，色号是 Glassy Pomelo。我有Haus Labs 粉状腮红 Pomelo 这个色号我就非常喜欢，所以这次这个腮红棒我选的是同样的颜色。那和粉状腮红相比，这个 Pomelo 色号更偏粉，没有那种蜜桃颜色，是很适合春夏那种很粉嫩的颜色。再加上这个腮红棒它是很有光泽感的，这个我还没有上脸试过，在手上试色觉得它的颜色非常的清透，而且不用怎么晕就很好看。反而是如果太大力给它晕开的话，就容易把颜色给晕没。这个颜色很适合春夏，而且这种腮红棒随身携带补一补还是挺方便的。然后我还买了 Haus Lab 新出的那个高光水光棒，还没有收到，之后再来和大家分享。然后最后一款腮红是很可爱的 Huda Beauty 的这款液体腮红，买的是一个小套装。这个腮红好像一直都挺受欢迎的，但是我之前都没有尝试过，正好这次看到有套装就试试看。反正这种腮红也是永远都用不完，小的会更好。这2个颜色也都特别的可爱，一个是 Cotton Candy， 是一个很嫩的粉色，还有一个是 Peach Sorbet， 是一个很有元气的橘色、珊瑚色，黄皮用也都很好看，很抬气色，而且一点点晕开就很好看了。但是这款腮红我不太喜欢它的包装，我不知道正装是不是也一样，就是把它打开，把这个刷头拔出来的时候必须要用力拔出来，它这儿比较紧，这样嘬着的感觉，但是拔出来的时候就容易把腮红液溅出来，可能容易溅到衣服上，这个用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但是腮红本身是很可爱的。然后把面部的彩妆先说完吧，这次新买了2块高光。先来说 Rare Beauty 的这块，我之前就和大家推荐过，我非常喜欢，色号是 Exhilarate。这块就是那种很强烈的、很亮的高光，涂上马上就歘一道亮起来，然后也是很波光粼粼的那种感觉。这块我非常喜欢，但是我那块前2天刚刚被我摔碎了，就趁着打折赶紧又入了一块新的。然后这次还买了迪奥新出的这款高光，它的包装很好看，是这种银色的皮革。那我之前有迪奥旧款的高光，前一阵我录视频就拿出这块高光来用，然后在剪视频的时候就一直被自己的高光美到若隐若现，然后只要是那个高光光泽出来就觉得很好看。然后正好最近看到迪奥也新出了高光，就入了一块。我选的色号是 Gold Halo， 但它虽然颜色叫 Gold Halo， 但其实并不是那种金黄色，它是比较发白的很浅的颜色。然后 Rare Beauty 那块反而是一个香槟金的颜色，迪奥的这块就是很浅的，而且它和 Rare Beauty 相比要清透很多，是那种若隐若现的高光。你看我现在脸上就是这块高光，是不是很好看？就是淡淡的光泽，不像 Rare Beauty 一涂上刷很亮的一道。我现在好像爱迪奥的这块胜过于 Rare Beauty 的这块。
迪奥的也是特别适合日常的一块高光。然后来说眼部产品，最近没有什么吸引我的眼影盘，我这次买的是阿玛尼的液体眼影和这2个眼影笔，都是很好上妆的眼部的产品。先来说阿玛尼的这个液体眼影，我这次买的是新出的25号色，我觉得这个颜色很漂亮，它是一个很暖调的棕色，非常适合我这个黄皮，而且这个颜色涂上就觉得既能增加深邃感，同时又让眼睛明亮了起来，而且这个质地是很顺滑，很好推开，晕染出来是非常均匀。如果要快速出门的话，这个液体眼影非常好用，就随便涂2下。我今天就是随便涂了2下，就稍微让眼睛这儿有点颜色就很好看了。然后还买了这个67S，这个是带闪片的颜色。我一开始本来想用它来涂卧蚕，但是这个颜色里边的闪片比较大颗，我觉得涂在卧蚕会显得有一点粗糙，它更适合打在眼皮中间做一个提亮的效果。它这个闪片的存在感还是比较强的，能看到那个亮片的不仅是珠光。然后眼影笔呢，买了伊利亚新出的这个眼影笔，还有卡扎的，都是想用来打卧蚕的。这2个我更喜欢伊利亚的这款，我选的色号是 Beam。这个眼影笔的大小打卧蚕就刚刚好，而且这个质地特别的顺滑，在眼睛上也很好推开。伊利亚新出的这个眼影笔有很多颜色，除了珠光的之外，还有哑光的，但我更推荐珠光的。哑光的那个在手上试色就觉得不是很好推开，比较干涩。珠光的这个非常的顺滑，很好用。然后这个 Beam 的颜色作为卧蚕的话，也是有一个很漂亮的提亮的效果，我觉得不会过于的夸张，就再加上睫毛之后就是很刚好的一个亮度。卡扎的它是双头的，一头是眼影笔，也是这种珠光亮亮的，很适合卧蚕的颜色。然后另外一头呢是亮片儿，我一开始以为另外一头就只是晕染一下的一个海绵头，结果我打开之后发现，这上面怎么还有亮片？难道是别人用过的？然后我发现另外一头是贴了封条的，我说 OK， 它是新的。然后看它里边好像是有更大颗的亮片，可以再有一个提亮的效果。但是卡扎的这款，它的品控不是特别好，你看我新的这个打开之后，这个笔头都不是很整齐。这个颜色比伊利亚那款要更亮一些，加上它这边还有可以叠加亮片，就是更闪的一个效果。我觉得伊利亚那款质地好像要更细腻、更顺滑，然后也更自然那个颜色。我这次还尝试了 Kosas 的染眉膏，这款产品也是很火很有名，还是 Allure 获奖产品，我就买来试试看。其实我对眉毛产品的要求不高，因为我的眉毛本身已经是很浓密、挺黑的了。那我就希望染眉膏能把我眉毛的颜色变淡一点，变柔和一点，和头发的颜色更靠近一点。然后那些什么野生眉、根根分明、定型的那些要求，在我这儿都是其次，不重要。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 Kosas 的染眉膏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它的颜色还是太浅太淡了，就是涂上去就觉得我的眉毛好像稀稀拉拉的，颜色变淡了一点。那相比来说，我还是更喜欢 Kiss Me 的这个染眉膏，它的着色力会更强，涂完之后整个颜色就变柔和了，就和发色更靠近的那种棕色。所以我还是继续用 Kiss Me 的这款吧。最后就是唇部产品了，我这次竟然只买了一支唇膏，是 Anastasia 的这款。是 Lip Velvet， 是那种比较干的雾面的液体唇膏，像是唇泥的感觉嘛。我还没有用过唇泥，但这款我蛮喜欢的。它虽然比较干，会显唇纹，但是我很喜欢这种雾面哑光的质感，我觉得更优雅的感觉。而且它其实也没有特别干，它只是
正常的把嘴上的这个唇纹显出来而已。你看我涂这支唇膏，今天也拍视频说了那么久了，虽然中间有喝水吧，但也基本上一直在说话这个状态。我中间补了一次，但是它也没有说干到脱皮呀，特别干，然后颜色保持的也蛮好的。所以我觉得这款唇膏很好看，特别是颜色非常漂亮。这个颜色叫 Peach Amber， 是非常适合黄皮，日常用，很提气色的，偏奶茶橘调，很自然，很日常。哦，非常喜欢这个颜色，我觉得超级适合我，超级适合黄皮，很显白的一个颜色。以上就是我最近收到的 Sephora 战利品啦，我买的非常开心，希望大家看着也开心，可以给我点个赞。然后还有一些包裹在路上，等我收到之后再攒一波来发一个 Part 2。那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给你种草？大家如果有什么推荐的产品，也欢迎分享给我。那也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